我重生后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爹，我不嫁他沈家郎了。但其实上辈子沈墨行对我很好，夫妻和睦，相敬如宾。只是有一样，他说他死后要与他早逝而亡的侍女葬在一起。阿楚怕黑，我恐他害怕。好巧，我也怕。但沈墨行只有一个，所以重活一世，我不抢他了。我找了一个愿意与我老后躺在黑漆漆棺材里的人。他说他不怕，抱着我，我也就不怕了。我们要成亲了，可沈墨行却又不答应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重生是在给沈墨行料理完葬礼之后。谁都道我与他伉俪情深，这些年也的确如此。他待我极好，为我画过眉，为我挡过剑，我亦为他缝过衣，为他尝过毒。无论怎么瞧，我与他皆是一对恩爱夫妻。可就在死前，他看着我垂泪的脸，说的却是：舒云，将我与阿楚葬在一起吧。阿楚，他年少早逝的白月光，他真正多年未放下的人，反倒是我这个人人口中他真爱的发妻，他却没考虑过。若他与阿楚葬在一处，那我死后又该葬在何处呢？不过这都不该我考虑了，因为在睁眼，我回到了春闺未嫁给沈墨行时。这一次，我先一步找到父亲。爹爹，我不要嫁给他沈家郎了。我本是姬家嫡女，奈何阿娘早逝，留下我与阿兄便撒手人寰。次年，续弦入门。阿兄一气之下入了军营。至于继母，待我说不上好，但也不算坏。只不过父亲之后有了别的孩子，自然而然，我变成了那个不尴不尬的外人。之所以能贸然提出退婚的要求，全然是因为抓住父亲心中多年对我冷落的愧疚。无外乎在某一天，他抱着小女儿，无意瞧见默然离开的我，突然想到小时候他亦是这样抱着我唤我阿云一般，适才恍然发觉，已经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在微笑着唤他爹爹了。迟来的愧疚让他在我的亲事上下足了功夫，精挑细选为我选来了那位新科状元沈墨行。而现在我说，爹爹，我不要嫁他沈家郎了。他脸上还有我难得主动来找他的高兴，闻言一僵，脸色落寞。舒云，你还在气爹爹这些年对你的疏忽，对不对？但无论如何，也不该拿自己的终身大事置气。沈家那小子，可是我亲自为你，我为何要生气？我抬眸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平静。爹爹娶了新的妻子，又有了新的孩子，自然会爱护有加，不时把我这个女儿忘了，也是情理之中，我不生气。阿娘走了，兄长入了军营，在我因为害怕黑夜雷鸣声孤零零地哭了一夜，命人去找爹爹时，却得来一句：夫人刚生下小公子，老爷不放心，怕是来不了了。之后我便知道我没有爹爹了。真奇怪，这个事实我已然接受了多年。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难过的，他不都有心爱的妻儿了吗？我不解，是以我只是在他眼神闪过伤怀时说出了诉求，我只是真的不愿嫁给他沈家郎而已。那沈墨行可是对你不好？父亲反问。我并未，他对我极好，是极好。嫁入沈家之后，我们也算举案齐眉，他向来体贴入微，未曾纳妾。更别说在上一世朝局动荡，他为我挡过剑，我为他尝过毒，相濡以沫，从未相弃。世人皆说我与他是生生世世的缘分，是以对我如何不好呢？唯一的不好，大抵是他不爱我吧。就好像他死前让我把他与他心爱的阿楚葬在一起时说的那样。舒云，你的确极好，是我对你不起，但是阿楚，他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会害怕。那个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小侍女，却因为他嫡母的算计，替他饮恨早逝，成了他毕生之痛。以至于多年后问鼎文官之首的沈墨行唯一一次的放纵，是与一个小侍女合葬一处，成功让风光无限、令人艳羡多年的沈夫人成了最大的笑话。可是好巧，我也怕黑，但沈墨行只有一个，所以重活一世，我不抢他了。父亲焦急，那你为何？我就是不想了。他对谁都好，可我季淑云只想要一个只对我好的。这话听着像是小女儿家的赌气，父亲只以为我这是报复他罢了，反问：若我不允呢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如此大笑压下来，
我一个小小女子，如何抵抗？可我只是看着他，肯定道：我还有哥哥，只要我不想，无论天涯海角，哥哥都会带我走的。我的兄长季景瑜，无论前世今生，皆是最疼爱我的人。他不会因为娘没了就把我忘掉，也不会因为所谓弥补逼着我嫁给他人。就好似现在，人未到而生先到，一如无数次为我撑腰的模样。我妹妹若不想嫁，便是天王老子也不行，更别说什么新科状元。话音落下，我惊喜抬头，哥。可他并非一人来的，身后跟着2人，一人甲胄未脱，与他同行；一人面如冠玉，书生气十足。那赫然是沈墨行。阿兄见我，久在军中晒黑了的脸露出个笑。舒云，收到你的信，你哥我便来了。不就是不想嫁吗？咱们便不嫁，你哥在边关九死一生，若连你也护不住，那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。这话越说越不像话，父亲瞧见沈墨行，连忙厉声，休要胡说八道。你可知这是说好的亲事，怎么能因为一句不想便说退就退？更何况舒云一个女儿家，若是被退婚，父亲说的对，但若是双方都不想呢？阿兄话里没多少尊重，转头看向沉默的沈墨行。沈公子，你以为？沈墨行闻言抬眸，只是一眼，也仅仅一眼，我们便知道对方都重生了。明明是上一世最为亲近的枕边人，这一世一人踌躇不前，一人松了一口气。我顺势而为。沈公子自有良配，如今高中状元想来也瞧不上我这浅薄之人，即是来退婚，便择日不如撞日吧。墨行，你真的？父亲不可置信。沈墨行只看着我，我却在说完这些话之后，低着头专心看着地板。良久，他喉结微动。是，我不知他犹豫这么久干什么，但好在他答应了。我父亲彻底死心。可才不久之前，他与沈家人说亲时，沈家人还保证过只爱我一人，家中无通房亦无妾室的，更保证娶我之后更是真知如玉，绝无二心。当初信誓旦旦说出的话，现在又被当事人以心中已有良配推翻。嫡母在说下这门婚事时，并未与沈某商议，这才酿成了误会。不瞒大人，沈某有一侍女，陪着沈某多年，沈某不愿负她。沈墨行一字一句，他重生而来，赶在了前世阿楚遇难的前一刻将人救起。上辈子若非阿楚已死，他也不会娶我，如今阿楚未死，我自然该是被舍弃的选择。知道是这个结局，可是听见这个回答后，我还是自嘲地笑了笑。人人都说他沈墨行重情重义，但谁又来为我诉一句不公？他说他与阿楚葬在一起，是因为他的阿楚害怕，却怎么不想想，他这句话说出来时，我这个未亡人会成多大的笑话。起初我以为儿子会为我说话，可被沈墨行这个父亲精心培养的儿子只是皱眉看着我。父亲对娘好了一辈子，唯一的遗憾便是这个，娘何必如此善妒？成全父亲一次又如何？他大操大办地安排沈墨行和阿楚的合葬，让我成了全金陵的笑话。也是当天，我早已暮年的哥哥提着鞭子抽了他一顿，大手一挥便将我接回府中。他沈墨行是个负心汉，还生了一个和他一样的孬种。你休要以为我妹妹身后无人，非得赖在你们沈家不成？笑话！我将军府家大业大，还养不起一个妹妹不成？同样，这一世听见沈墨行这番话的阿兄也没忍住冲上去揍他。好你个王八羔子，老子的妹妹天下第一好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自己婚事都做不得主，早去哪儿了？你那嫡母能瞒一时，却瞒不了半个月，如今好了，亲都定了你才来退，如此羞辱于他，看我怎么揍你！我到底只是想退婚，不是想闹出人命。见此连忙想要上前阻拦，奈何阿兄一个大老粗，一个拐肘，差点没让我倒地就睡。之所以没成，是因为身后被人扶了一把，传来一声轻笑。行了，景瑜，若是将人打死，你妹妹的婚可就退不成该守寡了。我下意识看过去，那只扶过我的手已经收回，只看得见半张含笑的侧脸，感觉到我的视线自得朝我眨巴了一下眼睛。我猛地收回目光，心跳快了半拍，心想哪来的人，梦浪得很。最后
沈墨行还是没被打死，伤得不重，但也不轻。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在迫不及待拿回那封婚书要走时，听见沈墨行道：“你便如此不愿多与我待一刻？”舒云，我知道是你。我顿了顿，回头，沈公子何出此言？你既已重活一世，想来也该好好守着你的阿楚姑娘了，何必再多顾其他？既是如此，那我成全你，你也成全我，此后便是陌生人了。男女大防，沈公子又要我待到何时？这事若传出去，你已有要娶的心上人，自然无碍，可我却并未婚嫁，又该如何自处？我并非那个意思。沈墨行语气微蹙，眼中闪过愧疚。我也并非真的不喜你，上一世最开始我的确对你不过责任，但多年相伴，我一惊，还没等他说完就立马打断。你这么说，是并未叫那位阿楚姑娘就回来？他张了张口，阿楚已经好了大概。那还废什么话？莫非他还想两个都要，尽享其人之福不成？我收拾了收拾心情，认真的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沈公子，前尘往事已散，前世你虽心中有人，但除了合葬之时让我丢了颜面，其余并未亏待我。这一世你被阿兄打了一顿，也算是两清了，我们都放下吧。他顿了顿，良久，好，轻轻的，再见。再也不见了。我推开门，心里想，金陵很小，小到前世我和沈墨行居然就这么遇上，纠缠困住一生。金陵也很大，大到缘尽情散时，无论多刻意，都遇不上了。我抱着那封婚书，飞奔着想要去找阿兄，却与一人撞了个满怀。婚书飘落在地，被他踩在脚下，还捻了捻。始作俑者却仿佛什么都没做，稳稳将我扶住，声音带笑：第二次了，季小姐，若是再来，在下可就要多想了。我回神，猛地抽出手，戒备地看着他。我并非有意，这人怎么瞧都不像是好人。他佯装大度，我原谅了。我鼓起腮帮子，他还不知季小姐芳名。舒云，季舒云。我琢磨着要走。凌风？什么？他眯起眼笑，凌风，顾凌风。在下顾凌风。他一字一句，仿佛每一个字节都要烙在我的心上。可这个名字我根本不陌生啊，无论前世今生，四皇子顾凌风的名号都格外响亮。当今皇后无子，除了养在身边的二皇子是红人之外，就属生母早逝、骁勇善战的四皇子最为亮眼。我阿兄便是在闯军营时与四皇子结下知己之意的，只不过上一世这位皇子还未大放异彩，就在一次大战之中身陷囹圄，就此殉国。为此我阿兄还难过了很久，他还与我无意间聊起过。那时你哥我哪里会说什么漂亮话，为了不让你难过，每次你来信都是他帮我回的。我才恍然想起，爹爹娶了季氏之后，我就将阿兄视为唯一的亲人，以至于每一次写家书时，都恨不得将遇见的每一件新鲜事都写上。最开始我还害怕阿兄嫌我麻烦，但并没有，回我的书信同样写得满满当当，小到军中趣事，再到驯服的战马和抓到的蛐蛐，除了对阿兄本人的现状没仔细提以外，无不认真。就是最后一封回信时，风格变了很多，收到的字迹潦草又粗糙，明晃晃地写着：好妹妹，等哥哥回来，哥哥给你见个人。但我到底没见着，因为阿兄带回来的是四皇子顾凌风以身殉国的尸骨。次年，我便嫁给了沈墨行。怎么，你认得我？顾凌风低下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愣住的表情。我骤然从回忆中回神，闻言摇了摇头，恭敬地道：臣女见过四殿下。他目光暗了暗，像是有些生气，语气淡了一些。与我不必如此客气，可君臣有别，不都这样吗？我眼中闪过困惑。他已经将一样东西放在桌面，从我身边走过。我下意识问：殿下，这是何物？他蛐蛐，与我来往的书信里曾写下的承诺，回来的时候要给我带最好斗的蛐蛐。我愣了愣。阿兄走进来时，我还在看着那两只蛐蛐出神。他说沈墨行被他赶走了，他妹妹没到没人要的地步，
有的是大好的青年才俊等着被挑。就算我真的不嫁，他也能养我一辈子。至于我爹，阿兄只是冷笑，假惺惺。若真的在意阿娘和你我，他如何还会再娶？又生了好几个。说到最后，他突然试探地开口：淑云，你觉得四殿下如何？我莫名心跳快了半拍，抬头，为何这么问？阿兄在我面前最不会骗人，此地无银300两的挠了挠头，就是问问，是哥哥自己要问的。阿兄说，原本顾凌风是不应该那么快回来的，但是我突然给阿兄写了书信，让他助我退婚一事。明明阿兄才是我亲哥，但顾凌风却比他都还要积极一些，也跟着来了。这不，赶上了此时。我想了想，看着盒子里2只被养得极好的蛐蛐，回道：四殿下是个极好的人，哪里想我不过客套一下。阿兄却高兴了，这些日子不时给了我许多银子，今日说要我去胭脂铺多买些胭脂，明日说天香楼新来的戏曲班子不错，要我也去看看，美其名曰除除晦气。当然，如果我没每次都遇见顾凌风，我就信了。他倒是比我阿兄坦荡许多，瞧见我还能笑着道：季姑娘，好巧。说是巧，可我多瞧一眼的簪子，不久就会送到跟前，我最喜欢的细折子，每次都能好巧不巧地遇上。巧合多了，我没忍住。臣女方才退婚，四殿下数次与臣女有所交集，就不怕旁人传闲话吗？其实从和沈墨行退婚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此后一段日子少不得一些闲言碎语，但这和日后都要与沈墨行在一起比起来，显然不值一提。偏偏顾凌风一点也不避讳，闻言恍然，还有此等好事。话说得如此明显，若是我还装傻，便说不过去了。我劝他：殿下，臣女贤良不过伪装，实则并非大度之人。他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不大度是应该的。可臣女还有许多规矩。巧了，我最喜被人管束。我只能道：殿下，臣女或许并非良配。他也道：是与不是，试过才知道。我一噎，愕然看向他。他勾起嘴角：阿云，我养蛐蛐可苦了，这一路紧赶，还得顾忌那脆弱活物，若说不上心是假的。他不逼我，说完离开，为我点我最爱的那出戏。身后却传来声音：淑云。我闻声回头，却看见许久不见的沈墨行正与一女子站在不远处，该是陪着他一起来看戏的。没猜错的话，该是那位阿楚了。的确是个美人，就是身量纤细了一些，带着几分西子的娇弱之美。此刻一双美目好奇又戒备地打量我，问：公子，这位是？沈墨行几乎下意识，她是淑云，是什么呢？是他的结发妻子。可他已经重生了，这一世他们早已退婚。而我也默然地道：沈公子，你我已退婚，还望换我季小姐。沈墨行顿了顿，眼中带了些落寞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负心汉。好在那位阿楚解围：公子，我有些冷。沈墨行便立刻什么也顾不得地去找店家要热茶。等人一走，他才收回目光：季姑娘，你就是季家那位小姐吧？我默而不语。他轻轻哼了一声：其实公子是喜欢你的，纵然他不说，可我在他身边多年，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与你退婚之后，他总是心不在焉。他言语之间皆是亲昵。我不明所以，你想说什么？阿楚眼中闪过不甘，但还是道：你放心，我没你善妒，我只要公子好，也只要公子高兴。是以若你答应嫁入沈家之后，会帮公子打点关系，再让你们季家帮扶一二，我愿意给你让位置，做妾便是。他眼中满是自傲。你根本不会懂公子的难处，也不懂我们的情谊，我们之间不是小小一个名分就会斤斤计较的。不得不说，我的确讶然不少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度之人，仿佛为了沈墨行他做什么都愿意一般。也是，上一世他不就是为了沈墨行饮恨而亡的吗？可是，这位姑娘，这世间也不是谁人都眼瞎耳聋的，你凭什么认为你那位公子是什么抢手货？
焉知他也不过是任我挑选之一罢了。我勾起嘴角，却全无笑意。你……他瞪大眼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公子？不这么说还怎么说？这不是事实吗？他将他的公子捧得绝无仅有，可金陵城最不缺的就是天皇贵胄，一个新科状元，仕途才刚刚开始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许是动静有些大，沈墨行刚好端着热茶走了进来。阿楚，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叫阿楚的姑娘红了眼，委屈地看向他。公子，他怎么说阿楚都可以，单单说你不成。别人不知，阿楚却知道，公子这些年韬光养晦，心怀大志，是天底下最好的人，他凭什么这么说？一番话义正辞严。沈墨行看向我的目光微变，带了些责备。淑云，季小姐，阿楚体弱，不似你这般身份尊贵，但你也不该刁难他。退婚之事在我，若你有气，撒在我身上便是。到底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气笑了，搞半天，沈墨行居然还以为我会对他念念不忘，因爱生恨。我转而看向不远处朝我走来的身影，突然扬起了声音。顾凌风。后者抬头，连着沈墨行和阿楚也跟着回头看了过去。可顾凌风视若无睹，他朝我走来，亲近地站到我身边，语气熟稔。淑云唤我。随后才扫了另外两人一眼，目光晦暗一瞬，笑着问：这两位是谁啊？淑云。沈墨行听见这个称呼时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顾凌风，惊愕。四殿下，你们……他不可能不认识顾凌风，只是没想到顾凌风会与我站在一起而已。阿楚没听懂沈墨行的意思，此时还在嘀咕：什么四殿下，还说是名门闺秀呢，如今瞧着也不过如此。还未出阁就和男子走在一起，真不守妇道，果然配不上少爷。他言语无状，压根没意识自己说了什么，更没发现自己少爷在听见这些话时脸也白了，急忙：阿楚，快住口！来不及了。我斜眼垂了垂眼眸，一直在我身侧，却从未出声。宛若背景板的婢女已然上前，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。巴掌声清脆无比，不愧是我阿兄特意为我挑的人。婢女声音冷漠：四殿下是我家主子的客人，与大少爷更是知己好友。今日不过偶遇，大庭广众之下坦坦荡荡，合乎礼法，未曾有过半分出格。且不说姑娘空口白牙，随意污蔑他人清白，辩论君臣有别，也没有你一个侍女冲撞皇子的道理。阿楚捂着脸惊叫一声，娇俏的脸庞红肿，可他的少爷却只能窝囊地想将他扶住。笑话，光记得杀阿楚，倒是忘了扇他了。我抬眼，婢女的巴掌立马拐了弯，甩在了沈墨行脸上，叫人无方，更是罪加一等。沈公子，可别是高位站久了，就忘了尊卑了。这句话是我说的，重生的沈墨行还以为自己是上一世的文臣之首呢。可他好像忘了，一切已经重来，他现在也不过是个刚刚高中，连官职也未曾来得及分配的书生。那阿楚见沈墨行挨了打，方才还哭着的疼也不顾了，急忙扶住自家少爷，心疼地看着那脸上的掌印，一双灵巧的眼睛怒然盯着我。你怎么能打新科状元？他指着婢女，他不过就是个下人。下人，的确是个下人。婢女语气没什么起伏，不劳姑娘提醒，奴婢认得自己的身份。不过奴婢也曾在宫中做过女官，半月前季将军亲自向陛下求来看护小姐的。奴婢浅薄，但自认为还没到连一个以下犯上的罪人也处置不了的地步。宫中能爬上女官的，若非家中也是士族连襟，那就只剩下能力出众。可无论哪一种，也都不是现在的沈墨行可以明目张胆得罪的。阿楚，你别说了。沈墨行到底还算清醒，拦住了阿楚的口无遮拦，站稳时左脸赫然红肿。可他只是看着我，我目光冷淡，一动不动。这若是在前世，他就受一点皮外伤，我现在都急着又找大夫又抓药了。那时他总无奈一笑，不过小伤，何须小题大做。不过你这般小心，倒和阿楚一般。他话说到一半，目色黯然，我却因为忙着为他敷药没听清。什么楚？他一哑，落寞地摇了摇头。而现在他得偿所愿了，心心念念的阿楚正心疼他呢。
他却盯着我，仿佛等着反应一般，让他失望了。我季淑云从来自私，只对自己人好，一个退了婚的外人，算是什么东西？那股落寞席卷，只不过这一次却不是为了阿楚。沈墨行眼中闪过自嘲，抬手行礼。方才是婢子口无遮拦，冲撞了四殿下与季小姐，实属沈某之过，还望四殿下海涵。对，是四殿下。到现在，顾凌风都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静静看着，默许了婢女动手，也默许了他出言训诫。沈墨行不怕我，但怕顾凌风。若是顾凌风生气发怒了也就罢了，偏偏他沉默不言，这才让人更害怕。他额头流过一滴冷汗。楼下，戏班子开了嗓，声音清亮，头顶却传来一声嗤笑。沈墨行愕然抬头，却见对面之人只是低头问我：“这出戏你最喜欢？他们新换了台柱子，可还喜欢？”我细品沉吟，不错。他自然地为我沏了杯茶，狭长的眼睛闻言微微眯起，勾起嘴角置评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后侧头扫向沈墨行：“你说对吧，沈公子？”久经沙场之人，哪怕是稳坐一方，眉目之中也带着血腥肃杀之气。此话一出，气氛莫名压抑。沈墨行定定与之对视，看见的也不过是我坐在他人之侧，亲近的模样竟比前世的我与他还要自然一些。他不想承认，明明我和该才是他的妻，不，原本就是。他怎么就成就了的呢？可……少爷。身后阿楚的抽泣声将他拉回现实，依旧是那般处处对他维护。咱们不求他们了，他们欺负人。若是之前，他一定觉得暖心极了，可现在他竟觉得愚蠢。皇子在场，这般无礼，当众顶嘴，若是放在官场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若是舒云，舒云就不会这般见识浅薄，不知礼数。舒云，他咽下苦涩，咬牙挤出那几个字：“殿下所言极是。”话音落地，顾凌风偷偷看我，可惜他什么也看不出，索性挑眉。如此看来，沈公子还算识时务，可身边下人实在管教无方。下人不懂事，便是主子放纵的过错。如此，沈公子便替他挨个20大板吧。方才还在愤愤不平的阿楚闻言一僵，跌坐在地，下一刻恍然回神，也不管其他了，急忙：“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别罚公子。殿下，都罚我吧。”顾凌风第一次听见人这般要求，摆了摆手：“急什么？你也别闲着，既然那么多蛇，就去浣衣局待3个月，手忙了，嘴自然停了。”殿下，不可！沈墨行被罚挨板子时不吱声，听见阿楚要去浣衣局时，却急了。阿楚体弱，浣衣局艰苦，如何能受得了？更何况阿楚不过所言有失，冒犯了一下季小姐，何至于？为何不至于？顾凌风声音一厉，眉目之间怒气展露。同为女子，她明知女子名声最为紧要，却张口便是构陷，焉知她不过去洗几件衣裳？而舒云却因为你们2人受尽流言所累。沈墨行，你定亲时不言，半月之后才退婚，这些日子你莫非聋了，未曾听过那些诋毁之语吗？即是如此，为何还让婢女火上浇油？季家势大，舒云自来豁达，不会在意的。沈墨行眼中闪过慌乱，第一次底气不足，不过是退婚而已，顶多说几句罢了，季家不可能让我受委屈的。而且上一世我那么大度善解人意，肯定也不会受那些流言困扰。他如此想着，却忘了他是男子，几句话困不住他，但却可以随随便便将一个女子烙印终生。哪怕是上一世我寿终正寝时，外界都还流传着我的笑话，什么丞相夫人，什么贤良淑德，肯定是妇德有亏，佛口蛇心。如若不然，为何自己的夫君却与他人合葬，自己反而被接回了娘家？这对任何一个女子来说都是奇耻大辱。而现在我听见沈墨行这句话后，终于从戏腔声中站了起来。沈墨行看着我走近的身影，舒云。他一记耳光清脆无比，他脸歪到一边，表情空白，耳边是我冰冷的声音：“你活该，去死！”历经2世的心本以为早已不会有波澜，可此刻却疼得彻底。
眼前人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顾凌风立马抛下一切追人，还不忘补了一句：再给本殿下加10大板。真奇怪，我的力道比不上宫中女官，但女官打沈墨行时，她除了疼以外，别不觉得其他。可换成我，她却阵阵耳鸣。阿楚心疼担心的哭声还在，恍惚间，他拼着最后一丝清醒，叫住顾凌风：4殿下。顾凌风压根没理。他扬声：2殿下托沈某向你问身体康健否？顾凌风身影一顿，回头阴沉地看着他。天子迟暮，二皇子虽为庶子，却养在皇后身边，按道理他何该是太子？如果顾凌风的功绩没有那么耀眼的话，是以皇位之争，兄弟俩谁也不让。也就是因为我给阿兄写下的那封家书，曾提过一句，无论如何，若此间有城池求援，不可让顾凌风带兵而去，不若先绕到后方探查一番再做行动。无他，上辈子二皇子之所以能夺嫡成功，就是因为那前来求增援的城池本就是他为顾凌风设下的天罗地网。以一城百姓为诱饵，只要顾凌风舍弃不下，死守城门的话，那他也会跟着陨灭。可惜这些都是我重生之后才想明白的。好在这一世有了我的提醒，阿兄和顾凌风都留了心眼，察觉不对，自然没去。他没去，反而回了金陵，二皇子的阴谋自然无疾而终，那一城百姓更不会被困。顾凌风事后也回过未来，但并未找二皇子争辩打草惊蛇，归来金陵后亦没有与之正面撞上。此刻沈墨行说出此言，无异于告诉顾凌风，他早已站在二皇子那边，若是罚了他，便是和二皇子撕破脸了。他也懊恼，按道理他不该这么早暴露自己的选择，可他那心尖上的阿楚要遭难，他别无选择。顾凌城。顾凌风笑了，骇人地盯着沈墨行：你是在威胁我？沈墨行强撑着底气：沈某并非这个意思。可阿楚体弱，他还想继续说什么，桌上的茶杯就碎了一地，挂在皇子腰上的长剑停在他喉边，锋利的剑刃割出一条细长的血线。阿楚吓得一动不动，沈墨行后背已被汗水湿透。沈墨行，你的阿楚细皮嫩肉，怕磕着碰着，可舒云也不是没人疼。老子守了这些年，被你险些偷家也就罢了，你还让他受尽所累。你是不是觉得巴结上顾凌城就能有资格与我叫板了？殿下。沈墨行艰涩，下一秒剑光一闪，边上的门头砸落。征战多年的皇子掷地有声：新科状元沈墨行，行为无状，以下犯上，管教无方，罚20，另加10大板。至于你这个阿楚，浣衣局要去，你也给我跟着去。他嗤笑阴冷。而顾凌城，长剑被他砸在地上，刺痛耳膜。他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谁都说那日天香楼新科状元惹得4皇子生好大一场气，被打板子也就算了，还要被罚跟着去浣衣局，可谓羞辱。还是最后闻讯而来的二皇子才将人捞了出去。一时间2位皇子平和的表现彻底撕裂，势同水火。偏偏天子手眼通天，却好似什么都不知道一般，从未表态，反而在上朝时破格将状元沈墨行提拔到二皇子身边做事。又问4皇子凯旋而归，可有什么想要的？4皇子也不客气，果断跪下：父皇，儿子有一桩喜事，求父皇赐婚。季家书云，秀爱会中，娴静娴雅，是4皇子亲自求到天子面前，也要求娶的4皇子妃。那日朝堂之上安静无言，一众人措手不及，谁也没想到4皇子会提出如此要求。原因无他，其他人不清楚，但是二皇子党却最清楚。季尚书季秦脸站的一直都是二皇子啊。那季家大小姐还曾是二皇子党新科状元沈墨行此前退婚的女子。倒是天子面无异色，大笑一声：难得你求到朕面前了，那季家大小姐朕听说过，是娴静之人，既然如此，朕便准了。话音落下，季尚书面色巨变，新科状元骤然失态。到我爹归家时，他面色都阴沉的可怕。继母对我态度冷淡，隐隐责备，却因为我身边的宫中女官，不好说得太明显。不是我说，舒云你也未免太过任性。作为女子，
亲是从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哪里想你居然没和你爹商议半分，就和四皇子。他气急，你可知这般实为闯了大祸，让你爹如何与二皇子交代？你自己鲁莽，但弟弟妹妹们怎么办？我的婉儿琪儿怎么办？要我说，当初那个新科状元就很好，还是你心气太高，非要退婚。我皮笑肉不笑，我与继母从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不曾多苛待我，平时少给我些份力，有什么好绸缎好首饰，让自己孩子先挑了也就算了，但这不代表他就真能替我娘教训我了。夫人，这是什么话？此前你未曾半分关照我，如今我再有不是，也没轮到夫人管教，更何况我何时没有找人商议过？你找谁商议过？我爹终于爆发，那点可怜的内疚在危及自己利益之后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逆女，谁教你这么做事的？我当时放纵你太过，何该好好管教？他气得要动家法。我讽刺，我娘早已离世，我爹另娶他人，这些年从未过问我半分，我的确没人教。你，我爹怒极，你就为了这点事报复为父？他可真想多了。早在他娶继室之后，我就再未在意过他，更不配我拿着婚姻大事去报复。他要动手，却又被一个风风火火的声音打断。我看谁敢动我妹妹？我表情一动，终于露出笑颜。二兄，他来得急，甲胄未脱，却直接拦在我的身前，语气坚定。长兄如父，这门亲事，妹妹找我商议过，四皇子是个值得托付之人，既是两情相悦，我自然也同意，不知父亲有何指教？时光荏苒，当初没了亲娘为护妹妹只身下军营的稚嫩少年，早已长得人高马大，能无畏地与父亲相对，为妹妹遮风挡雨。连我爹也忌惮三分。我身边的女官出言告诫：季大人，如今大小姐是陛下钦点的皇子妃，你若动手，恐怕不太妥当。我爹，他老了，早已没有年轻时的底气，前两个孩子他颇为疏忽，但剩下的孩子却都受他的宠爱，就连这家产他都打算着。景瑜自己立了一番事业，那家产就该让给弟弟，为弟弟多铺路才是。淑云嫁给新科状元，未来那沈墨行官图高升的话，她这个做夫人的也能为底下的妹妹好好找夫婿。她想得很好，一对儿女就可以撑起安康大道。她在站对二皇子，如此她之后的儿女们就可以顺风顺水。可偏偏这对儿女都不听话了，自己却又不能动手，只能不甘心。季淑云、季景瑜，你们这是逆父，大不孝。呵，看人真准，谁让我们兄妹天生就是反骨仔？离开钱塘回到院子，阿兄才问我：妹妹，你真的愿意嫁给四皇子？这个问题在顾凌风向陛下求赐婚的前一天，他就问过我了。他总害怕我是因为他才答应嫁的。也是奇了，他明明知道顾凌风并非强取豪夺之人，但只要和我有关，他谁也信不过。哥哥与四皇子本是挚友，你拒绝并不会影响其中情谊，不必顾虑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哥，我是愿意的，这里面是有因为你，但更多的是因为我愿意。顾凌风的情谊并不隐晦，相反，直愣愣的毫无掩饰。我也曾想过，若不嫁给他，我也能嫁给其他良人，相较而言，或许还少很多麻烦。但我看着那被养得好好的蛐蛐，还有那些我看一眼就送到手边的物时，以及他为我将沈墨刑罚了与二皇子撕破脸的消息，到底叹了一口气。彼时他才赶回来，故作豪气地安慰我：那沈墨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罚了他了，你可不能心软。天下好男儿多的是，说不定好的就在眼前呢。我并未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根本藏不住。我开口：顾凌风。他立刻抬头。我对他道：我们成亲吧。这句话让在千军万马中都面无惧色的四皇子大惊失措，半晌未回过神。你要成亲了？是。和谁成亲？你。我是谁？我好笑。顾凌风。他终于动了，你要嫁给顾凌风？我认真，若你不愿娶，我也可以嫁给其他人。谁说的不愿？
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来回踱步。成亲？对，是要成亲。过几日？不对，最好明日，越快越好。我这就去让人准备。我等我，你等我。像是怕我反悔一般，他边往外走，还要边回头看我有没有跑，逗我笑出了声。殿下，你可是忘了一件事？他茫然看着我，什么？家父一心偏向二皇子，殿下又与二皇子水火不容，若殿下求娶，恐家父不会同意。他不同意不作数，若你不同意，方才叫我难办。顾凌风一挥手，父皇最爱看我们兄弟相斗，若是知道我要娶二哥那边的人，必然答应火上浇油。舒云，你等等，明日我便给你要来赐婚的圣旨。他走得飞快，言语之中皆是快意，高兴到差点与迎面走来的阿兄撞了个满怀。看见他，顾凌风愣是结结实实地抱了一下，在阿兄惊悚的目光中大笑。景瑜，我要成亲了。阿兄，成亲？成亲好啊，谁家姑娘？他说着说着，瞥见站在门边笑看这一幕的我，又看了看高兴的失态的顾凌风。等等，你小子不会是要娶我妹妹吧？反应过来的阿兄和他打闹起来，他倒是并不反对，毕竟这门本就是他有意撮合的。谁让他实在瞧不上那个一脸书生窝囊样的沈墨行，上辈子也瞧不上，还说过若是我那个兄弟还在，可比他好上1000倍10000倍。后想到顾凌风已殉国，又黯然下来。最终他背着我走上花轿，一路都在道：这沈墨行我瞧着实在不靠谱，耐不住你答应了也罢，若过得不高兴，回家来便是。我笑他女子无事久居娘家，指不定要被说闲话，纵然他不说，爹和继母也不会答应。可他理直气壮，他不答应，我自立门户便是。像是真怕我顾忌，他一字一句认真。妹妹，哥哥已经没有娘了，不能没有你了。所以若是嫁去受了欺负，不高兴，一定要告诉哥哥，哥哥便是把天捅破了，都会带你回家。他做到了。上辈子他大闹了沈墨行与阿楚合葬的丧事，又打我那狼心狗肺的儿子一顿，当天便将我接回了将军府。此后无论外界如何说，他都当作听不见，一切用度只高不低。我度过了一个极好的晚年，嫂嫂是个豪爽的女子，闲谈时骂了沈墨行和我那儿子一顿。右到左右不过就是一个儿子，他儿子多的是，日后都给我尽孝。本就感情极好，以至于我寿终正寝时，兄嫂都流了许多眼泪。我却笑着道：若有来世，我还做你们的妹妹。上天垂怜，一语成谶，一睁眼，我又回到了春归时，又是一场大婚。阿兄依旧背着我。我曾以为上一世他说出那番话，是因为瞧不上沈墨行，但这一世我嫁给的是他最好的兄弟，他依旧说的是，所以若是嫁去受了欺负，不高兴，一定要告诉哥哥，哥哥便是把天捅破了，都会带你回家。我才明白，只要没瞧见我一生无虞，就是我嫁给天皇老子，他都信不过。我心中酸涩，却也暖暖的，忍下触动的泪水，笑着道：好，我都听哥哥的。这场婚事办得极大，顾凌风几乎把能用到的都用到了，生怕旁人不知季家云舒嫁给的人就是他。二皇子一党表情莫测，我爹更是面色僵硬，但他依旧选择和我与阿兄站在对立面。做出这个抉择时，他说的是：你们弟弟妹妹还小，为父自当为他们考虑，可到底都是为父的孩子。若他日你二人遭了难，为父皆会去求二殿下网开一面，那就是笃定二皇子会登基了。连带着沈墨行也觉得我执迷不悟。你重活一世，明明知道二殿下会登基，为何还是如此愚蠢？舒云，就算是恨我，你也不该自暴自弃，让自己的终身大事草草了之。我直觉好笑。且不说你我早已互不相干，就算我真的后悔了，如今圣旨已到，婚期已定，你与我说这些有何用？却不想他立刻出声：有用。我一愣，他脸上却露出喜意。阿楚说过，只要我高兴，他愿意做妾。舒云，前世今生，我都可以娶你为正妻。上辈子我们便过得很好，从未相弃，这一世也该一样。我不负阿楚，同样也不会负你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便有法子。
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还没说完就被我叫人大棒子打了出去。高堂之上，我稳坐主位，冷笑一声：哪来的失心疯？妖言惑众，私闯民宅，擅入女眷之地，给他留一条命，狠狠地打。放他进来的也一并处置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放他进来的根本不用猜。一个拿了钱财的小厮，不过是挡箭牌，真正不愿放弃的是我那个不死心的爹吧。如若不然，我将人丢在他面前时，他脸那么绿干什么？这件事掀起了些许波澜，坊间流言新科状元德行有亏，居然擅闯乡规，被人大棒子打了出去，卧床不起。若非当时我爹解释是我不知家中有客，这才一时惊慌误打了人，天知道会传成什么样。反正他的那个心奸阿楚气坏了，对着我又哭又闹。都怪你，如今少爷卧床不起，大夫说受了内伤，不知会不会落下病根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根本不配少爷的喜欢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少爷退了你的婚，沈家主母拿到他错处，给老爷上眼药，连带着老爷也对他大失所望。若非少爷才学过人，二殿下慧眼识珠，这些日子好不容易好起来的日子，恐怕又得回到从前。季淑云，你做了这些亏心事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他声声凄厉，直言才不管我是什么大小姐，为了他少爷，什么都能豁得出去，更不会顾什么脸面。这哪里是沈墨行心尖上的人啊，简直就是他亲娘。深觉得自己儿子是绝无仅有，他愿意退婚，就是女子配不上，他被退婚，便是女子目光短浅。我悠悠喝了口茶，对于这些细细听了进去，末了才抬眸。他既然过得如此凄惨，你也该多多告诉我才是。你知道后悔了吧？阿楚闻言冷哼一声，现在去认错还算不晚，少爷喜欢你，又心地善良，定会原谅你。但我警告你，日后再欺负少爷，我绝不放过。他等着我诚惶诚恐，可我只是舒坦地吐了一口气，道：你告诉我多些，我便多快活一些，若是他一直凄惨，一直告诉我，我便一直快活。阿楚，他呆滞一秒，反应过来，如同泼妇一般，准备开闹。这是他常用的手段。以前沈墨行没有纸墨或者吃食，他便找沈家主母闹。后来到了自己给沈墨行瞧上了什么好东西，更是屡试不爽。左右你们都是富贵人家，也不差这一点，送一些给我怎么了？这般人家最要体面，要是闹起来被旁人看着，实在丢脸麻烦，索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给他了。如此得利，自然闹起来得心应手。只可惜他不知道，他以前要的东西无足轻重，人家自然当倒霉让出去了。可我这人锱铢必较，最吃不得亏，与之比起来，被人多说几句算什么？我指尖微抬，放话，把他也给我大棒子打出去。这下好了，我成全他和沈墨行一样，卧病一双。不过也是到了成婚那日，我才知道为何沈墨行和他都如此有恃无恐，甚至沈墨行还能扬言，哪怕圣旨下了，我与他都可有回旋余地。只因他们二皇子党本就准备在我与顾凌风成婚这日挟天子逼宫，准备好的人马动作迅速，很快围住了皇城。动用的兵马丝毫不像只用来逼宫的，倒像是逼宫的空档，顺带把旁党一道灭掉。顾凌城等不及了，抓住老皇帝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和顾凌风，得意洋洋：四弟，你到底还是输了。父皇一直左右摇摆，不就是想瞧瞧你我二人到底谁更胜一筹吗？今日我便告诉他，论魄力，论能力，我永远在你之上。登上那个位置，我理所应当。逆子，坐山观虎斗的老皇帝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也会玩脱了，成为虎口之食。顾凌风护在我身前，手持长剑。你可知，若是兵入皇城，城内无辜百姓也会所受牵连，甚至枉死。那又如何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不过些贱命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登上这个位置的，哪有不沾血的？顾凌城毫不在乎，就好似上辈子他也不在乎那一城百姓，只为将顾凌风诛杀一般。他说的也没错，坐上那个位置的哪有不沾血的？可也要分沾什么血。嗖，一道长剑破空而出，在所有人所料不及之时，
贯穿了顾灵城挟持天子的那只手。也是同时，顾灵风顺势上前，踩着叛军臂膀一跃而起，手中长剑飞射，插入顾灵城肩中。噗呲！在他的痛呼之中，始作俑者已然拔出长剑，眉目凌厉。叛党首领已被俘，其余之人亦不能放过。给我杀！城墙之上，背着我上了花轿之后便不见的阿兄一身甲胄，命令：杀！大征之事，每一日都是水深火热，我们又如何可能心无防备地准备大婚呢？大家都在比谁更大胆。那也别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结果显然，久在皇城的私兵到底和沙场之上驰骋的铁骑比不得。一场血洗也不过半日功夫，大忧之事就变成了大颓之事。夺嫡兵败，天子受惊，不过半月便驾崩于未央宫。四皇子如此登基，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处理逆党。二皇子顾灵城贬为庶民，赐毒酒一杯。皇后太后自请前往皇家佛寺修行，不再过问前朝后宫。至于跟着一起叛乱的党羽，自然只会更惨。那阿楚再也不似之前傲然的模样，他想求我救人，却已是救不到了。毕竟作为皇后的生父，他做错了事都要罢官流放，更别说沈墨行，他本不该死得那么快的，至少还在庭审之后出决断。可他的心奸之人阿楚居然还用着之前的手段，抱着一包银子就要贿赂大理寺。要知道，如今正是新帝登基之时，谁都夹着尾巴做人，哪里敢顶风作案？大理寺生怕被抓住有理说不清，立马将他丢进地牢之中，里面老鼠爬行，沈墨行就这么染上鼠疫。至于行贿的阿楚，也跟着吃了牢饭。他总是那么愤愤不平。你们根本不懂少爷，我家少爷是经世之才，犯了点错怎么了？没去少爷治国，我倒要看看尔等几时亡国。声音传出牢顶的窗口，又很快被外面热闹的炮竹声打散。这场政变并未波及百姓，他们如今能平安喜乐，好好的过个好年。而他的少爷却蜷缩在地牢之中，临死之前做了个梦，梦里他死后，被他洗脑嘱咐的儿子果然如他所愿，不顾发妻的阻拦，将他和自己早逝的阿楚葬在一起。他以为他这般做只会让舒云受些非议而已，却没想到舒云会被人耻笑得如此屈辱。就连儿子也厌恶他，觉得他善妒自私。只有总看他不顺的大舅哥大闹了他和阿楚的合葬丧礼，义无反顾地将舒云接回家中。舒云在那儿过得很好，儿子却因为他的教导有亏犯下大错，求上门来时被大舅哥轰了出去，最终革职流放。而舒云再没想过他。他寿终正寝时只说过2句话，一句是对大舅哥夫妻，若有来世我还做你们的妹妹，另一句则是对他，若有来世我不再嫁他沈家郎。他都做到了。封后大典，凤冠霞帔，他怕黑，他的夫君便将他抱在怀里，等我们死后，我们也这般抱着葬在一起，不怕了，有我在，不怕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